医生在给孕妇做产检时，却趁女人视线被遮挡的瞬间，偷偷将手套摘下，然后以一种变态的方式开始了妇科检查。他自以为做的神不知鬼不觉，可殊不知那奇怪的手法让女人感到了不对劲。但碍于对方医生的身份，她只能选择忍气吞声。回到家后，克莱尔在浴室里独自待了很久，直到丈夫下班归来，她才终于忍不住扑进他的怀里。在听完妻子的叙述后，麦克立即意识到那个男医生明显是借着产检之名对妻子进行了猥亵，于是他决定起诉，否则会有更多孕妇受到伤害。这件事很快就成了新闻的焦点，同时有更多受害者勇敢地站了出来，纷纷揭露了医生的罪行。在舆论的压力下，男医生最终选择了自杀。当麦克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后，本以为此事就此告一段落，可殊不知他们一家的噩梦才刚刚开始。不久之后，克莱尔顺利诞下了一名男婴，一家人生活得十分幸福。可这天，他却突然提出想要修建一个阳光花房。麦克听后表示赞同，但由于工作繁忙，他提议聘请一个保姆来帮忙照顾孩子。不久后，一位名叫佩登的年轻女人前来应聘，可看到对方不仅年轻漂亮，而且穿得光鲜艳丽，克莱尔不禁对她的真实身份产生了怀疑。为了打消她的疑虑，佩登主动解释，因为自己刚刚失去了孩子，并且无法再次生育，所以才想到要找个保姆的工作，间接成全自己当母亲的愿望。然而在交谈中，佩登注意到克莱尔的耳钉掉在了地上，可他却并未声张。而就在这时，克莱尔的丈夫麦克回到了家中，当看到他们夫妇恩爱的样子，佩登的眼中却闪过一丝异样的神色。眼看他们对录用自己还有些犹豫，佩登决定演绎出好戏。他掏出了那枚耳钉，然后故意紧张地大喊 Oh my god！ 等克莱尔夫妇急忙赶过来时，他手里拿着那枚耳钉，谎称是从宝宝嘴里找到的。就这样，他成功拿下了这份工作。第二天一早，佩登就带着一串风铃搬了进来。他说风铃声有安抚婴儿的效果。克莱尔听后便欣然接受了。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，到了深夜，佩登却悄悄溜进了婴儿房。他手中紧握着一个枕头，目光凶狠地盯着婴儿床上的宝宝。突然他猛地盖下枕头，但出人意料的是，他只是轻轻地把枕头放在了一旁，接着温柔地抱起婴儿，然后开始给他喂奶。看着怀中安静乖巧的宝宝，佩登满脸洋溢着幸福。第二天，克莱尔计划穿上丈夫送她的红色长裙，然后与他一起参加一场重要的派对。可一旁的佩登却是一脸的醋意，她紧盯着床上的红色裙子，然后目光转向旁边的香水瓶，心中立刻有了计划。当克莱尔穿上红裙后，却发现领口处沾上了香水油渍，她误以为是自己喷洒时不小心弄脏的，只能无奈地换上了一件普通的裙子。丈夫见状虽然感到一丝不悦，但也并没有说什么。在派对上，闺蜜好心提醒克莱尔，家中雇佣的女人如果过于漂亮，可能会威胁到她的地位。可克莱尔却不以为然。与此同时，佩登正在家中与克莱尔的大女儿一起看电影，可他却从女孩口中得知，学校里有个男孩一直欺负她，可妈妈却总是劝她要学会忍让。没想到第二天，佩登直接来到学校，她径直走向那个男孩。克莱尔差点没把他的胳膊扭断，他警告男孩再也不准欺负女孩，然后霸气地转身离开。而他的这一举动成功赢得了女孩的好感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佩登每晚都会给女孩讲故事，同时又在半夜偷偷给宝宝喂奶，她反而更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。可渐渐的，克莱尔察觉到宝宝对吃奶越来越抵触，尽管她感觉有些奇怪，但并没有当回事。而这天丈夫在临走前交给她一个重要的信封，要求她务必今天寄出。然而克莱尔却决定先给花浇水，却未察觉到佩登正在打那封信的主意。他先是假装坐在一旁的凳子上，随后迅速起身走向厕所。等锁上门之后，他掏出了那个信封，愤怒地将里面的企划书撕成了碎片。但这还不够，他接着开始疯狂地砸门。一通发泄之后，佩登顿时感觉舒畅了许多。他整理好仪容，随后陪克莱尔前往邮局。毫无意外的，克莱尔发现企划书不翼而飞了。她立刻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大错，但出乎意料的是，尽管她毁了丈夫3年的心血，可丈夫并未因此责怪她。然而丈夫的这种宽容反而让她感到更加自责。而更令她忧心的是，宝宝对吃奶的抗拒日益加剧。她以为是宝宝出了什么问题，可她不知道的是，这正是佩登每晚偷偷给宝宝喂奶，逐渐减少宝宝对生母依赖的结果。可麦克却认为，只要宝宝体重正常，就无需过分担心。不久后的一天，当麦克正在办公室里忙碌时，佩登却突然找了过来。他知道克莱尔的生日快到了，因此提议麦克秘密为他筹备一个派对。麦克听后眼前一亮，觉得这是个为妻子驱散近期阴霾的好机会。他不禁对佩登的提议大为赞赏，而佩登也瞅准时机，轻轻脱去身上的衣物。这一轻浮的行为引来同事们异样的目光。为了避免误会，麦克急忙送走了佩登。可出乎意料的是，佩登的行为愈发大胆。他竟在大白天就给宝宝喂奶，而这一幕恰好被正在屋外刷墙的园丁撞见。
尽管园丁的智商有缺陷，并不能对自己构成太大的威胁，但佩登依然决心要除掉他。为此，他故意装作很为难的样子，对克莱尔说，他感觉园丁摸女孩的方式有些不妥。虽然克莱尔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话，但怀疑的种子已经在他心中悄然滋生。第二天，当克莱尔正忙于装修阳光花房时，佩登却以婴儿房的对讲机电池耗尽为由，让他去园丁的推车里寻找备用电池。谁知当克莱尔打开推车上的抽屉后，竟翻出了一条女儿的内裤，他感到无比震惊。恰好这时园丁也走了过来。尽管园丁知道是佩登搞的鬼，但他却无从辩解，只得接受被赶走的命运。女儿不理解妈妈为什么要赶走园丁，佩登趁机欺骗她说，可能只是因为妈妈不喜欢她，同时还暗示她或许有一天自己也会同样被赶走。这不仅让女孩开始讨厌妈妈，同时她与佩登的关系却愈发亲近。不久后的一天，克莱尔的闺蜜前来探访，佩登在帮忙从车上搬东西时，却盯上了闺蜜包里的打火机。与此同时，闺蜜发现了挂在婴儿房外的风铃，可她却隐约记得似乎在哪里见过。于是他匆忙离开了。傍晚时分，克莱尔与佩登闲聊时，他却突发奇想，让佩登猜测谁是麦克的初恋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佩登立刻猜中了是她的闺蜜。尽管佩登声称是乱猜的，但克莱尔还是起了疑心。可他却不知道自己正掉入了一个陷阱。这天晚上，克莱尔突然要求检查作业，可麦克只是敷衍地亲了一下，便以工作太累为由推脱了。可这不禁加深了克莱尔的怀疑。深夜，麦克突然被一阵奇怪的声音吵醒，他本以为家里进了小偷，谁知当他循着声音找过去时，却发现是佩登不小心把东西摔在了地上，而他穿着单薄的睡衣，若隐若现的身体看得麦克血压飙升。佩登主动邀请麦克喝一杯，可没想到麦克是个正人君子，断然拒绝了他的好意。第二天，克莱尔将麦克换下的衣物送到干洗店，谁知店主却从兜里掏出一个女士打火机，克莱尔一眼就认出这是闺蜜的。这一发现印证了她的猜疑，原来丈夫和闺蜜真的背着自己在乱搞。回到家后，她愤怒地将打火机扔在麦克身上。Honey, you don't understand. I understand. You've been fucking Marlene. All right, Claire, that's enough. There are people in there. 克莱尔将信将疑地走进客厅，这才发现所有最亲近的人都在这里。原本的生日惊喜瞬间变成惊吓。Surprise. 闺蜜再也待不下去了，只能尴尬地离开了现场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佩登暗中策划的，他就是要看着克莱尔众叛亲离，并最终取代他的位置。可麦克依然没有责怪克莱尔，反而给了他一个温暖的拥抱。克莱尔提醒麦克要小心佩登，因为他怀疑佩登有问题。自从他来到这个家之后，接连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这绝非单纯的巧合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场对话正通过对讲机被佩登一字不漏地听到，也因此让他对克莱尔起了杀心。第二天凌晨，佩登便偷偷潜入阳光房，他精心布置了一个致命的机关，计划利用这个装置杀死克莱尔，并将现场伪造成意外的假象。可人算不如天算，克莱尔这天破天荒的没有进入阳光房，而是临时决定出门买几盆新的植物。与此同时，闺蜜那边也有了重大发现，她终于找到了记忆中挂着风铃的那份售房信息，并惊讶地发现这栋房子的原主人竟是那位自杀的医生。闺蜜瞬间明白了过来，她立即来到资料室，紧急调出当时的报纸，结果真的在新闻版面上看到了一张女人的面孔。闺蜜火急火燎地赶到克莱尔家，当面揭穿了佩登的真实身份。原来她就是那位已故医生的妻子。在医生自杀后，政府为应对诉讼冻结了其全部资产，唯一的房子也被银行查封了。更不幸的是，佩登因受不了这沉重打击而晕倒。尽管他被紧急送进了医院，可最终不仅失去了腹中的孩子，还被迫切除了子宫。一夜之间，他失去了所有。从那之后，仇恨彻底占据了他的内心。他发誓要从克莱尔手中夺回失去的一切，为此他才来到这里复仇。眼看自己的身份被识破，佩登瞬间萌生了杀意。他谎称克莱尔正在花房中，闺蜜毫不知情地冲了进去。然而下一秒，在确认闺蜜已经死亡后，佩登又将克莱尔的哮喘药全部放空。随后，他又和往常一样推着婴儿车离开了房子，为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。不久后，克莱尔返回家中，然而当他走进花房时，却看到了闺蜜的惨状。瞬间的惊吓导致她的哮喘立刻发作，她冲回屋内，在巨大的痛苦中做出了有生以来最明智的决定。她先拨打了急救电话，然后才去寻找自己的药物。然而她却发现家里所有的哮喘药都是空的，而她随身携带的那瓶则遗落在了花房门口。可随着呼吸越来越急促，她最终倒在了门口，一个人安静地等待死亡。就在佩登以为自己的计划已经成功时，却突然看到2辆救护车急速向克莱尔家驶去，这不禁让他大惊失色。而等他匆忙赶回来时，发现医生正在对克莱尔进行急救。好在抢救的及时，克莱尔最终还是捡回了一条命，但还需要留院观察一阵子。当晚，
屋外下起了大雨，可之前被赶走的黑人园丁却一直在楼下守望。而在楼上，佩登觉得时机已经成熟，于是主动拿起毛巾为麦克擦拭身体，并含情脉脉地看着他。他本以为一切都会水到渠成，但出乎意料的是，麦克还是拒绝了他。不久之后，麦克把克莱尔接回了家，可他一进门就注意到佩登手腕上戴着自己的手链，显然他已经急切地想取代自己的位置。但这还没完，当克莱尔刚走进婴儿房时，就发现佩登擅自重新布置了房间，而更让他失落的是，晚饭后，她看到佩登与丈夫和女儿开心地玩牌，他们看起来更像一家人。但此刻的克莱尔无心计较这些，因为她怀疑闺蜜的死另有隐情。她来到闺蜜的办公室，看到了桌上的那份房屋出售信息，赫然发现屋主竟是当初猥亵自己的医生。她立刻意识到了什么，于是急忙赶到那栋房子，果然发现这里的婴儿房与佩登在自己家中装饰的一模一样，而在窗台上还放着吸奶器。克莱尔瞬间明白了一切，她愤怒地回到家中。麦克见状还想上前阻拦，却被克莱尔告知了真相。谁知被拆穿身份的佩登非但没有纠缠，反而淡定地离开了房子。但克莱尔感到家中已不安全，决定先去酒店暂住几天。然而就在他们收拾行李时，麦克却听到地下室传来奇怪的声响。他循着声音来到佩登的房间，发现只是闹钟响了，因此并未在意。谁知就在他准备上楼时，响声惊动了楼上的克莱尔，他立刻意识到了危险，于是将房门钥匙交给女儿，嘱咐她锁好门，无论如何也不要出来。接着他前往地下室查看情况，原来是受伤的麦克，他让克莱尔立刻去报警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女儿却悄悄打开了房门，而就在楼下的克莱尔正准备报警时，克莱尔躲过了致命一击，但随后还是被拍晕。接着佩登冲上楼，他打算带走2个孩子。Tell your mommy where's Joe? He's in there. 可婴儿床上却空空如也，而就在他感到疑惑时， You're not my mommy. 佩登疯狂地砸开门锁，接着到处寻找2个孩子的踪影，谁知竟在阁楼上撞见了黑人园丁。他正准备转移2个孩子，佩登见状一步步逼近，命令他将孩子交出来。而就在他们僵持不下时，醒来的克莱尔提着刀赶了过来，他猛然冲向佩登，却再次被打倒在地。就在佩登准备痛下杀手时，一只大手及时阻止了他。可善良的园丁不忍心伤害任何人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克莱尔终于暴走。随着佩登的坠落，这场噩梦也终于结束了。